你好，欢迎来到智慧的耳语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种感觉？看着新闻上的政治斗争、权力更替，心里忽然升起一种熟悉的既视感，仿佛这一切我们在哪里见过，像是一出老剧本，换了演员，换了服装，却还是那个情节，甚至连台词都似曾相识。这不是幻觉，这是历史在说话。有人说，历史不会重演，但它总会押韵。今天，我们不谈政论，不谈政党，我们只讲一段发生在1800多年前的故事。这段历史将成为你看懂现在局势的关键。主角不是刘备，不是曹操，也不是诸葛亮，而是一个你曾听过名字，却可能不了解他真正厉害在哪里的人——司马懿。沉默者的布局，从退隐到夺权，在三国动荡的局势中，英雄辈出。刘备、曹操、孙权，每一个人都在争夺天下，出招果断，声势浩大。而司马懿，这位后来成为晋朝奠基者的男人，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策略——沉默。当曹操请他出仕时，他推辞9次，理由是生病。在那个年代，推辞是件危险的事，你有才却不为国效力，随时可能被当作威胁除掉。但司马懿很清楚，这是一场长局。这个时代属于那些会等待、懂得隐藏、善于装病的人。你以为他真的病了，那你可能会被骗得很惨。他没病，他在观察。观察谁是值得效忠的对象，观察天下局势何时出现破口。而当他出手时，一切都已成局。权力背后的智慧与冷酷，司马懿最令人佩服的，不是他的军事才能，也不是他的口才，而是他的耐心和决心。诸葛亮6出祁山，一次次北伐，虽然英勇，但也耗尽蜀国国力。司马懿怎么做？不出战，不硬碰，他选择防守、拖延、消耗对手。外界笑他怕战，他笑外界看不懂局势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赢下每一场战争的人，而是赢到最后那个人。在曹魏内部，年轻气盛的曹爽掌权，拥有绝对的军政实力，风光一时。而司马懿呢，再次装病，退出朝廷，看似与世无争。但等到曹爽带着军队离开洛阳的那一刻，司马懿立刻发动政变，控制皇宫，掌握皇帝，封锁全城，一举清除所有敌对势力，毫无血腥，却无比干净利落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变。那一年，他73岁，忍了半辈子，终于拿下天下。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？如果你把这段故事放到今天来看，会不会觉得熟悉的可怕？现在的政坛有没有像曹爽这样权势炽天、声量最大的人？有没有像诸葛亮一样努力拯救局势，却终究无力回天的人？又有没有像司马懿一样，表面安静，实则暗中布局，等着某个关键时刻的人？当大家都在吵、在骂、在攻击、在表忠、在割席、在拥抱、在反转，那个最安静的人，往往才是未来的主角。我们不一定知道谁会赢，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，谁最不急着出手，谁就有最大的胜算。这种智慧不是战术，而是时机的把握。历史的重演不是巧合，是模式。如果你回头看2000年到249年这段历史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几乎每一场关键事件的发生，都像是命运的一部分。司马懿隐退2001年，诸葛亮北伐2007年起，赤壁之战2008年，曹操去世220年，曹爽掌权231年，高平陵政变249年，这49年间，
每一个人的崛起与倒下都有迹可循，而你最无法忽视的是，那些表面上不活跃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。你以为历史是一条直线，但其实它是一个回圈。每当我们忽略历史，它就会以更痛的方式提醒我们：你不记得我，但我还在这里。我们不说名字，也不需要说名字，只要你愿意思考，就会看到那些退出政坛但始终有影响力的人，那些面对失败后反而更加沉潜的人，那些你以为已经没了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回到舞台中央的人。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每一次新闻报道的风暴过后，那个站在原地没倒下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，只是我们总是太晚发现，而他们早就在等一场足够混乱的大局，等你我麻痹的那一刻。你不需要成为政治人物，也不需要研究历史，但你需要记得这件事：历史不是用来背的，是用来看清现在的。当你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你会发现新闻不是现在，而是续集；政变不是突发，而是预谋；未来不是未知，而是重播。当大家都在说谁会赢，谁会输的时候，你应该问的是谁还没出牌。这就是司马懿教我们的智慧。结语：司马懿的一生是一种极致的战略艺术。他不是最会打仗的，不是最有声望的，也不是最正义的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：天下不是靠抢来的，是靠等来的。愿我们都能成为历史的读者，而不是历史的牺牲品。当未来再次压上相同的韵脚时，你能不能听懂那熟悉的节奏？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启发，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留言并分享给你在乎的人。订阅 Whisper of Wisdom， 用智慧温柔自己的人生。